什么想有问题时间吗？没有是吧？那不好意思。随着存储硬件性能的快速提升 ，Linux 内核里文件系统和快设备管理相关模块已经越来越无法发挥出存储硬件的性能。那么下面就有请 DetNLord 的王璞先生为大家带来使用 Rust 开发的存储引擎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这个高性能的用户态存储，DetNLord。那个下面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GitHub 上开源的网址啊。我们是拿这个纯 Rust 写的一个项目。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2014年这个回国，然后回国之前创业做家公司叫树人，主要是做这个容器领域的。那一般容器圈的朋友会听说过树人这家公司。然后在之前我是在这个 Google 在美国那边。好，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这个今天 Rust 的会，所以我主要想讲一些我们对于 Rust 的一些体会啊。这个比如说用 Rust 做这种系统级的编程，最大的优点我觉得是强规约。什么意思呢？就是 Rust 规约了很多东西，不允许开发者乱用。那首先这个类型安全内存安全，我觉得这每一个 Rust 的开发者都有体会。然后还有对代码风格的规约，比如说这个右边我给了个例子，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代码。我们上面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 Rust 编译器里边的 lint 都打开了，基本上都打开了。然后下面 Clippy 的 lint 我们基本上也全打开了。所以这个代码风格的规约，我们做的是非常强的规约。那这个社区的小伙伴给我们贡献代码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 trivial numeric cast， 这个 trivial numeric cast 或者说还有那个 trivial cast， 还有一些 Clippy 的这个里边的我记不清是哪个，可能是Pandelic 那个库。它带来的一个规约是什么？简单的这个整数加一操作，它也会报警，它也会给 lint 给 warning， 不允许用。那为什么我们代码里面连简单的一个整数加一都不允许呢？这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好，这是 Rust 的我们觉得一个很大优点，强规约性，真的是不允许开发者乱写代码。另外一个是函数式，这个我觉得函数式非常好的一点是提升了代码的可读性。这个尤其是在做这个很长的循环的时候，如果拿这种过程式的循环，那代码写的又臭又长。但是函数式来写这种便利循环操作，可读性非常好。而且函数式潜在给这个编译器的优化空间也会很大。但是 Rust 也有很多缺点啊，这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很大一个体会。一个 Rust 的红太过于灵活了，对吧？当一个代码满篇都是红的时候，基本上没法看了。而且这个 Rust 的很多，比如说像 format， 甚至 Clippy， 对于红这个其实做的还不是特别好，对红这方面的检查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过多的用太多红。另外一个 Rust 的缺点就是异步场景下生命周期过于复杂了。生命周期这个特别是对引用的生命周期，在异步场景都是静态的。那这个对于在异步场景下做一些这个共享变量的访问就很痛苦。再一个 FFI 外部函数调用太容易出错了，这个导致我们在写 kernel module 的时候这个太痛苦了，对吧？如果这个写 kernel module 不友好，那其实拿 Rust 写和拿 C 写没有本质区别了。所以我觉得这 FI 这块我也看到社区也有不少工作，包括也有一些这个开源的这个写 kernel module 的一些框架，让大家写这个这种 FI， 尽量避免直接写 FFI。再一个缺点，这个 Rust 现在我觉得错误处理和这个日志处理还是比较 verbose， 对吧？这个 result 回来，我错误信息我得搞一遍，那我日志信息我又搞一遍，再包括现在错误处理的时候，这个很多它的这个 backtrace 也没有。再最后一个工具生态，这个工具链生态不完善。我们写的时候这个用了不少这个 gRPC， 那 Rust 的这个 gRPC 的库大概社区里边有3个，我自己用过了2个，我们最终选的还是 PingCap 的这个 gRPC 库。PingCap gRPC 库已经是这社区里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了。但是拿 Rust 写 gRPC 和拿 Go 语言写 gRPC， 这个还是 Rust 写 gRPC 还是很 verbose。
这是一些我们对 Rust 的一些这个做系统编程的一些体会啊。好，那接下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做一个用户态的这种分布式存储，主要的出发点就2个：高性能，还有轻量。因为今天看来，这个分布式的一个存储，想做到高性能，就失去了轻量的特性。那做一个存储，如果做的很简单，做的轻量，那它的性能又不可能很好，在分布式场景下，因为存储太底层，对软件和硬件都要做很多的工作。那我今天主要讲一下我们在高性能方面做的事情，就是如何让软件和硬件配合起来，实现高性能。那高性能对于性能来讲，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特别是对于这个系统工程师，对于底层的这些工程师来讲，很多性能的数字大家要很了解。这张图其实就是 GitHub 上很出名的一个表格，就是每个工程师都应该了解的这些 latency。这个图最开始是谁给的？是 Google 这个大牛 Jeff Dean 给的。我之前在 Google 的时候，我跟 Jeff Dean 聊过几次。Jeff Dean 我很佩服他一点，就是他对于所有的这些性能指标很了如指掌。比如 Google 内部 Bigtable 对吧？我写一次写到硬盘 ，Bigtable 的硬盘往返的 trip 100毫秒，然后写到 Bigtable 的内存的 column 大概20毫秒。他对这些数字非常清楚。所以这里面对吧？这个有几个 number 对吧？这个单位的 number， 这个后面我会提到。比如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毫秒啊，1秒钟是1000个毫秒，然后微秒，那1毫秒又是1000个微秒，然后纳秒，那么这个微秒又是1000个纳秒，后面我会用到这几个单位。好，先说软件上怎么提高性能，软件怎么做加速。那现在大家这个软件基本都是在 Linux 用户态去写，那你想提高性能，这个很多时候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底层的时候，都必须绕过内核。那为什么要绕过内核，对吧？好多人都在讲，那内核给大家带来的开销在哪里？比如说对于这个 I/O 来讲，内核带来的很重要一个开销就在于是进程的上下文切换等待。怎么理解？内核比如说 Linux 内核 Linux 操作系统1秒钟大概切换个几万次10几万次，所以1秒钟切换个10几万次几十万次，那平均每一个进程在 Linux 上大概2次上下文切换之间执行的时间差不多是20个微秒，这是进程上下文切换的等待，进程上下文切换本身的代价是5到7个微秒。然后那大家再看对吧？这个 NVMe SSD 高端的 SSD， 我的访问速度其实访问一次也只要25个微秒，所以访问一次这个很快的 SSD 和被我的程序对吧被 Linux 上下文切换掉，等待时间20微秒差不多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程序调用 Linux 系统调用访问文件系统的时候，这个时间代价和这个你调用 Linux 系统调用，然后肯定要被阻塞嘛，被上下文切换掉，去等待去，你要等20个毫秒，还不如把这20个微秒，还不如把这20个微秒拿来说我自己去访问底下的存储设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 bypass 到内核，我们自己来做用户态的存储，其实就是说把用进程上下文切换带来的等待时间，把这个等待时间用于自己做 I/O， 那这个肯定速度就快了。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做的工作就是，首先这个用这个 Rust 的 async、Rust 异步来做所有的这个异步的 I/O 的调度，不希望这个进程上下文切换靠内核来调度。另外一个就是系统调用，因为你不管什么系统调用进去，默认的都是同步给阻塞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Linux 这个社区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做了 I/O Urine。这样的话，我们用了 I/O Urine 就做到说，用户的程序调系统调用进到内核之后，后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用户态的存储，所有的东西后面完全是异步的，后面所有的对于内核的调度不再涉及到上下文切换的等待。这样的话，虽然还是系统调用，但它是异步系统调用，它不再有阻塞等待，没有那20微秒的那个等待时间，只是都变成了异步。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吞吐的提升是巨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内存来做这个更多的缓存，因为在软件世界里，在用户态这边，读数据最快的就是内存了，对吧？因为用户态程序大家不能直接控制 CPU 里面的计算器。好，那么软件加速，在软件世界里，一般大家的程序想要做到这个性能，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微秒这个量级的。这是软件的这个加速，软件的优化，微秒级。
想更快，对吧？那就要进入硬件的加速。那么进到硬件的加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纳秒级，对吧？纳秒是这个微秒是纳秒的1000倍。所以这个硬件加速我们用了大概采用这2种方式，一个是非议时内存，今天我不会讲太多非议时内存，另外一个我们用很多片上系统，就是可编程的硬件。那这个可编程硬件现在也是最近这个云计算领域比较火的一个 topic。你像 AWS 前2天那个 reInvent 上 ，AWS 能这么快的把这个苹果 Mac 这个实力在云上推出来，就是因为 AWS 的这个 Nitron 芯片，对吧？它其实就是个 hypervisor， 它把这个虚拟机的管理、网络存储全做到个芯片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它对接这个 AWS 对接这个Mac mini， 对吧？这个非常方便。所以我们也是类似的思路，我们把很多 workload 从 CPU 上拿下来 offload 到特定的专用的芯片上，可编程的硬件上，这样它的速度提升是，对吧？从微秒级跨到了纳秒级。但是硬件编程不是没有代价的，硬件的编程的缺点是很大很大。这个写了 Rust 之后再去写硬件，这感觉就像从现代社会回到了奴隶社会，回到原始社会。怎么理解呢？首先，硬件编程语言都是叫 HDL 硬件描述语言，它的表达能力非常弱，稍微复杂一点的逻辑，比如说这是什么通讯协议解析啊，全都是依赖状态机。所以你想今天，对吧？21世纪了，20年代了，大家学一个语言的时候还要写状态机，对吧？这个显然是很痛苦的。但这种硬件描述语言，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状态机可能还是一个表达能力很强的东西。今天看来，对吧？40年过来了，状态机，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少写状态机了。但是在硬件描述的时候，稍微复杂点逻辑的状态机。再一个，硬件描述语言它不是强类型，它用一个变量你可以不定义它，对吧？这个其实从软件角度看来很危险，对硬件来讲还好，硬件就是逻辑，它的数值取值只有0和1，所以它不定义变量也无所谓。再一个，硬件调试极度不友好。下面这张图，这就是硬件调试的时候你必须看的时序图，你不看这个时序图，你没法调，对吧？都是波形图，对吧？这个数字电路波形图，为什么？因为硬件是没有单步的，我们软件可以单步设个断点，对吧？那是 CPU 的这个中断指令帮你搞定的。硬件你去调的时候，它里面没有 CPU 啊，它都是电路啊，对吧？这个电流你又不可能等你，所以这是硬件，对吧？它这个编程起来其实很痛苦的。那好，这个后面这个硬件领域推出来一个东西叫高阶综合，这是硬件的一个术语啊。它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用高级语言来做这个硬件编程，把这个 C++C 这种高级语言编成硬件描述语言，然后硬件描述语言最后编出来的是什么？硬件描述语言最后编出来的可不是 CPU 指令啊，最后硬件描述语言编出来的是电路，就是逻辑电路。所以高阶综合它的意思是什么 ？C++ 最终编译成的是电路，但是即便拿 C++ 来写这件事情还是挺痛苦的。所以我们就在想，能不能 Rust 用于这个硬件编程？因为我觉得 Rust 的定位是个系统语言。现在 Rust 基本上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干了，对吧？前端这个 WebAssembly， 后端这个嵌入式，对吧？都能干了。硬件编程，我觉得这是 Rust 目前唯一还没有 touch 的一个领域。但是现在这个，对吧？这个软件硬件一起编程，这个 software hardware co-design 现在已经变成云计算领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了。那硬件编程首先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上列了3个特点：连通性、并行性、时间性。怎么理解？连通性很好讲，对吧？就是电路它把不同的元器件它要连起来，它真的是，对吧？那印刷电路板上是有那个铜线、电线把它这个不同的引脚连起来的。所以这个连通性对应到这个 Rust 这上面，就像怎么对应呢？就是说我有不同的模块、不同函数，那大家接口互相调用、互相连通，这个是很好对应的。再一个，硬件编程它很讲究并行性，在电路领域没有串行。所以硬件编程默认这个世界是并行的世界，进来全是并行，没有等待，没有 sleep 啊。那并行这件事情，现在用 Rust 的异步也可以搞定，对吧 ？Rust 异步也是要做并行这件事情。那硬件编程，我觉得现在这个 Rust 领域比较难搞定的就是时间性，什么意思？回到上一个片子，时间性指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芯片都是一个时钟周期去驱动的，时钟周期就是最上面这个方波。对吧？每个，比如说这个方波，大家数一下，这基本上这个方波基本上是20纳秒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硬件领域，它做任何事情时间上是确定的，它完成一个动作，完成一个协议解析，完成比如说一个 UDP 包的这个解析，它时间是确定的，它几个时钟周期做完，它一定会做完。所以这是为什么实时系统领域很难用纯软件方案来解决。经过内核之后，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你很难说我这个操作一定在多长时间内做完，对吧？内核会给你做这个上下文切换。所以硬件里边要感应这个时钟，还有这个各种脉冲信号它的上下沿的这个变化。那在 ROS 领域是没有的，整个软件领域没有这个东西，对吧？那就需要这个是需要实现的。如果 ROS 的用于这个高阶综合，用于这种硬件编程，它要有能力感知这种信号的变化，然后再实现这个事件驱动机制。这信号变化之后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比如说右下角这张图，这就是如果 ROS 的用于这个硬件编程，最后它编译出来的是电路，可不是字节码，可不是 CPU 指令，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可以放到 IP 机上，放到 CPLB 上，也可以放到专门的 ASIC 芯片上。那 ROS 的用于高阶综合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因为今天已经 LVM 作为这个高阶综合的编译器，把 C 和 C++ 这种高级语言编译成了这种硬件描述语言，硬件描述语言这个什么 Verilog 上 VHDL 等等。那 ROS 的也是 LVM 编译的，对吧？就跟今天上午这个老外哥们讲的 ，ROS 的编程 BPF 很方便，对吧？中间它有这个 LVM 的 IR， 那 ROS 的编程 LVM IR 再编成 BPF， 所以类似的 ROS 的编程 LVM 的 IR 再编译成最终的机器描述语言、硬件描述语言，最后再变成电路。所以这条通路是通的，只是说我们 ROS 里边的所有的语法和这个不见得和这个硬件描述语法是对应关系，所以这里面还有需要很多工作要做。再一个就是说 ROS 的语言它对硬件编程它会做哪些帮助，这个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个在今天来看，对吧？我觉得 ROS 的如果能把硬件编程这件事情搞定，那基本上整个系统领域所有 C 能做的事情真的是 ROS 的全部能做了。首先对硬件来讲，它这个太 low level 了，所以这个非法地址整数一出，硬件是不报错的。怎么理解呢？比如非法地址，内存是有地址的，那么到硬件的编程的领域已经没有内存了，全是寄存器，每个寄存器也是有地址的，你寄存器的地址写错了，硬件不会给你报错的，硬件只是不响应你，因为硬件可能认为你找的地址跟我没关系，所以硬件不响应你。再一个，整数溢出的问题，在硬件编程领域，整数溢出不是问题。很多硬件的里边的电路，它是依赖整数溢出自动的做很多寄存器的清零操作的，各种计数器的清零操作，所以整数溢出在硬件是个很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错误。但是在软件领域，整数溢出是致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之前我提到，我们都不允许这个，我们代码里不允许直接整数的加减乘除这些操作，因为它有可能溢出，溢出了以后 ROS 的也不见得报溢出的问题，那底下硬件也不报溢出的问题，那出了溢出的问题，最后就是逻辑错误，对吧？业务错误。所以这是我觉得 ROS 很好一点，对吧？ Clippy 从根儿上开始不允许直接这种整数的运算操作，你要做这些操作，你自己必须自己处理掉潜在的这个溢出的这个异常。那 ROS 的安全机制右边对应的 ROS 的已经保证了内存的这个访问安全，对吧？这个 ROS 不允许直接操纵指针。那其实寄存器也一样，内存其实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地址的存储单元，寄存器也是某种存储单元，存储单元都有地址。那所以这样 ROS 其实也是可以保证这个寄存器的这个地址安全的。好，再一个，这个硬件的这个初始化复位复初值问题，这就是硬件编程的时候，很多变量不需要声明直接用，所以它初值到底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那 ROS 的这个 RAII 机制非常好，对吧？资源申请就马上给你初始化，这样避免用一些未初始化的一些变量。最后一个高阶综合优化，这个我在写这个硬件的代码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它是这个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因为如果我们拿 C 语言 C++ 来做硬件编程的时候，你要自己做很多人工做很多编译优化的工作，比如说循环展开或者嵌套循环展开，对吧？循环展开可能还比较容易，那嵌套循环我展开我怎么展开？只要你要人工自己去指定，自己去优化它。还有循环的这个流水线，这也得自己指定。函数调用这个并行化、流水线化都要自己指定。那 C++ 领域是写那个 Programma，
用 program 来指定我这个循环，我这个函数流水线它是怎么做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即便有高级语言来写硬件的这个业务逻辑、硬件的编程，你的编译优化要自己搞。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但是 Rust 对吧？比如说 Rust 支持函数式，那函数式编程用于高阶综合之后，那有可能对吧？首先，函数式对于编译优化本身是很友好的，它不像你写一堆这种 for 循环、过程的循环。那有没有可能做到 Rust 最后编译成这种硬件语言中间的编译实现自动优化？今天所有的硬件编程，它的这个编译优化全是人工来做的。今天这个硬件编程高阶综合 C 语言翻成机器这个描述语言，它只是帮你做语法翻译，对应翻译过语法，所有的优化人你自己来搞。如果 Rust 能实现这种对吧，硬件领域高阶综合，一个高级语言编译成最后机器上的电路，中间所有的优化编译器帮你做掉，这个是效率上的巨大的提升。好，我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讲这些。最后，这是我自己很深入的一个体会，就是要得到极致的性能，那么需要按照这个硬件的思路来考虑。那这是今天我觉得对大家来讲，这个编程上最大的挑战。不再像以往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对吧？软件工程师是软件做的事情，硬件工程师是硬件做的事情。今天看来是软件和硬件一起协同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那个这个社区的一个二维码的群，大家感兴趣可以来扫码。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关于